一条街有多长，年少就多长。我时常都回到昨天去徜徉，那外面有多大，用笑声去丈量。你背影有多长，思念就多长。我们总是这样借彼此肩膀，我们总是错过幸福那一站，拥有了全世界，可是你却看不见。我宁愿重回到那一年，牵着你去看明天，失去了全世界，还有你在我身边，能不能重回到那一年？你的梦，我的歌，蓝的天，就永远。能不能重回到那一年？你的梦，我的歌，蓝的天，就永远。杨大哥，小弟敬你一杯。露西亚，我也敬你一杯。杨大哥，来，敬你一杯。各位，这是凤吞宴。味道挺好的。当然好了。这锅要吃掉我多少钱？毛毛姐，你说什么啊，哪里敢当，叫我毛毛就行了。我是说，露西亚，你多吃一点。来，毛毛姐，你也吃啊！啊，你吃。好了，雨过天晴了。从今以后呢，两姐妹呢互相照顾啊。好。啊，杨大哥，我们这点小生意，希望你以后多多关照。我呢，跟老张做法不同，我时刻都记住我是吃公家饭的，奉公守法呢是我一向的原则，所以外面的生意啊，我是不会沾的。不过我这干妹妹倒是有兴趣，就让她跟你们合作吧。做生意呢，我是有兴趣，但不知道毛毛姐欢不欢迎我插一股啊？我啊，当然欢迎啊，只是我们真的只是一点小生意，没什么赚头的。毛毛姐，你太客气了吧？你们的生意做得大不大，我心里有数。既然你们都有意思，好得很啊！我祝你们合作愉快。啊，来，毛毛姐啊，我知道老张以前呢是按月收股息的，不过呢我贪心一点，一个月收2次，每逢初1、15，你记得啊，要把股息准备好，我呢会准时上门收的。那不是要多1倍？那我们赚什么？你们这盘生意呢，很多人有意思的。如果你们不想继续经营下去的话，随时啊有人抢着接手的。杨大哥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就照您的意思去做。我说过了，生意这事呢，我是不理的，这都是我干妹妹的意思。啊，那就照 Lucy 的意思去办。毛毛姐，你没有意见吧？没意见。哎呀，对了，明天好像就是初1啊，你记得要把股息准备好啊。你倒是很厉害了，
什么都推给我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去坐牢的也是我。要坐牢啊，也是那对狗男女去坐。什么时候轮到你啊？你跟那个姓秦的，是不是真的有一腿啊？切，你说呢？他倒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他来过舞厅找过我，我只是跟他跳舞，让他过过干瘾。我心里啊，始终呢只有你一个。我是要提醒你啊，那个家伙是个骗子，得当心点。有你在，才敢放个屁嘛！最怕呢是有人在背后里捅我一刀。最近上面派了一个年轻人下来，动不动就说连结，什么 CPIV 的，连我啊也不得不小心。CP 是什么东西呀？反贪污局。哦，就是来抓你这种贪官的。放屁！你别生气啦，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罢了。这种玩笑能开吗？好，以后我不开就是了。这个年轻人真的那么厉害啊？厉不厉害，现在还不知道。不过他如果有把柄在我手里，事情就好办了。你帮我留意一下，看有没有漂亮的女人。最重要的是不要有风尘味。他想做英雄，我就用美女来对付他。行，我手上刚好有一个，长得很标致的。你嫌人家什么？你到底嫌人家什么？德华他长得一表人才，又读过书，当警察是铁饭碗。你嫁给他，不愁吃不愁穿，有什么不好呢？你偏偏要去拒绝人家。好啊，你想当舞女是吗？那就去当你的舞女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想什么啊？女人迟早是要嫁人的。你书读不多，德华他不嫌你，你还要嫌人家，你到底嫌他什么？嫌他什么？够了！你说够了没有？建红要嫁给谁，不要嫁给谁，那是她自己的事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睡觉。睡觉？我在教训建红，你竟敢说你要睡觉？你给我下来！爸，不要！爸，不要！建红她要去当舞女，你连一个屁也没有放过。现在我在为她的终身大事操心，你竟敢说我吵到你睡觉？这混账东西，是你出来什么用啊？建红要去当舞女，都是你害的。谁让你烂赌成性？谁让你欠了一屁股债？这混账！爸，很晚了，不用吵到邻居睡不着觉啊！我既别说了，睡觉吧。哦，我明天去找你阿姨，把这门亲事给定了。就算定了，我也不嫁。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爸，你欠人家钱，身为你的女儿，我帮你还债，我没有一句怨言。但是不能让表哥来背这笔债务，更不能用我的婚姻来抵债。我是不卖的。你。妈，喝点热水吧。喂，你今晚又没什么吃东西，那肚子怎么会这么胀啊？因为受气了，都是你去招惹那个臭女人，害我受了一肚子气。你又来了，关我什么事啊？那个大狗羊啊，摆明是要大捞一笔。老婆啊，他在明，我们在暗，这口气再难吞，我们也得吞下去呀。我就是吞了太多气才，哎呦！
你知道你还差点给你吓死了。雪花膏涂得那么厚，你以为雪花膏不用钱买的？你看那皱纹又跑出来了，这脸是要滋润的。为什么不去告发他啊？告发谁啊？那个大狗杨啊，身为警务人员，他却明知故犯，收受贿赂，这种公务人员简直就是害群之马。哎呀，那有什么办法？人家有的是权利啊。那天他不是给我们一个下马威了吗？还好啊，你没被抓去，要不然你妈会哭死啊！爸，这种人你越姑息他就越猖狂。我们是小市民，能怎么样？小市民也能投诉，也能让那些贪官受惩罚。政府在1952年就成立了贪污调查局，就是要对付像大狗杨这样的贪官污吏。1952年成立了贪污调查局，那今年是哪一年呢？1967。已经15年了，像大狗杨这样的人还在，你说这贪污调查局有用吗？当然有用，贪官抓一个就少一个，而且还会起到警惕的作用，让后来者不敢再犯。所以，像大狗杨这样的人，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去举报。哎呀，怎么举报呢？女儿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们也收不了12只和马票啊。那就不要收啊！你们看，像小贝的父母、泰山金好的父母，他们都做一些小生意，一样把孩子养大，一样过日子。那怎么样呢？他们的孩子个个都不会读书，哪像你啊？你还要上大学读法律，要读4、5年呢。哇，那学费加起来哦。喂，好了，不要讲那么多了。哦。我不上大学了。啊，女儿，你看你。我不做了，不是我睡觉了。妈，我先出来做几年工，存了钱，然后再深造也不迟啊。女儿，你说什么扯话？做几年工再读书，到时你几岁了？你不用嫁人呐？啊？那你爸跟我只是收马票，收12只，又不是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。你少给我想东想西，好好读你的书就行了哈。对，读了书才会当大律师、大法官。到时候你还怕对付不了大狗杨那种人吗？喂。哦，不错。其实你爸讲这番话也是蛮有道理。有道理吧？那人家说啊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报你的屁仇了。我睡觉。那女儿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哈，不要读得太晚，早点睡觉了。哦。如果不把大狗杨这样的人铲除，这个国家是不会有希望的。不错，我应该要把书读好，将来才能够对付像大狗杨这样的败类。要救庆红，还得靠我。好啊，你吵什么吵3更半夜，人家要睡觉的。哦。妈，给我钱。你有钱干什么？我要去读夜校学英文。
哈？我说我要去读夜校学英文。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没有啦。没发烧了，读什么英文呢？你向来不是很讨厌读书的吗？以前啊，有学校给你读到没学校。哎呀，现在不同了吗？我长大了，会想了。我要去学英文。大家都说，在新加坡这个地方要出人头地，一定要会英文。那当然了，我一早就知道啦。那些大财富啊，打政府工的，每一个啊都要懂得讲红毛话，所以啊，我才把你和你妹妹送去读红毛书。结果读是什么？读到连一封红毛信都不会看。都说我现在长大了会想了咯，所以才要趁年轻赶快去学。那要多少钱250。250啊！那是1年的学费。那间学校是红毛人开的，在3马路，很有名的。报名的时候就要给1年的学费。250啊！你以为2毛5啊？就算是2毛5，也不能乱花。我不是乱花，我是去读书求上进。你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，我有心向上，你也不栽培我。栽培你什么？栽培你当财富啊！你连算盘都不会打，当什么财富？你就老老实实的守着这咖啡店，哎，卖咖啡不用讲红毛话的。儿子有上进心，你倾家荡产都要给儿子读书。哎呦妈，你耳聋，我可没有耳聋，你干嘛这么大声？快给他好钱！哎，妈，你不是耳聋的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说什么？阿豪跟我说过了，是我叫他跟你拿钱的。我有一笔棺材本放在你那边，你把我的钱给他去读书，快点给他。好啦好啦，给就给啦，你干嘛这么大声？以后你的棺材就想买好的。好啦，现在就拿给你了。还是我厉害，先向外婆下手。建宏，我来救你了。I never thought I'd meet a dream, and she'd kiss me goodnight. But here I am, and there you are. Love never felt so right. I never thought I'd live a dream. 过来过来。 Just by knowing you. 杜西姐，我送东西来了。放这吧。When I see your smiling face. 臭崽子，想不想跟小红跳？小红？小红是要在舞厅上帮你的名字。小红。 They were fragile. Lucy 姐，招呼客人。是。Now my dream is here with me, yet I'm wide 先生，跳支舞吧。啊？我不会啊。 Every day's a miracle, a wonderful delight.
不错，你把这个笨蛋给迷倒了。再练习多几次，就可以开始上班了。继续练习吧，我先休息一会儿。对不起，刚才拿你做试验品。啊，没关系。怪不得那么多男人要上舞厅。你说什么？哎，没什么。哦，我是说我有东西要给你。建豪，这里有200多块，你先拿去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我在店里帮忙，有薪水。你不是说你妈1个月只给你5块钱吗？总之这些钱不是偷也不是抢的，就是了。还有，我准备做会头，我认识的朋友多，要筹集6、7千块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所以建豪，你不要去当舞女了。泰山，你再这样，我就不把你当朋友了。为什么？我不要你的钱，我也不要你当什么会头。为什么？我不要我的麻烦变成你的麻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。就是好朋友才要互相帮忙啊！我怎么能让你去搂住别的男人跳舞呢？要搂也只能搂我一个，像刚才那样。还好今天小贝没来，要不然那臭小子一定抢在我前头。看来还是我跟建宏比较有缘分。哇，好香啊！哇，妈最近更省了，已经好久没吃到肉了。自从鸡蛋起家后，连蛋都没得吃了，天天都是咸菜炒豆芽，吃到我有气无力。老板，来一碗卤猪脚，还有3层肉。好。8月里8大成象，近日突发生多起罕见惊人缩阳怪症，是不是真的啊？爸，什么事？是不是有什么大新闻？没你的事，去做工。怎么没他的事？你儿子就不是男人吗？是男人就有可能得到这怪病。这怪病专门攻击男人的那个地方。啊！10月22日当天晚间，孙姓男子在他家咖啡店喝完咖啡，前去小便时，忽然惊觉自己正在缩阳。自此，几乎每一天都能听到有人大喊缩阳，有的遭中医急救，有的送西医处打针，有的拿筷子夹，有的拿长针刺屁股，还有的拿白兰地、酒掺胡椒粉猛灌患者。以后我们出门记得要带双筷子啊！哎，老婆，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。快去买胡椒粉，还有白兰地，很快就有人抢购了，我们就可以赚一笔。胡椒粉还好，你知道白兰地有多贵吗？哎，米酒可以不可以啊？好好，就先买米酒吧。是啊，怎么会有这种怪病？这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报章说是吃了猪肉的关系。啊？吃猪肉？你听，传闻是用了打了防疫针的猪肉就会染上此致命怪症，因此人们对于猪肉的态度，我刚刚才吃了2个大碗呢，唯恐避之不及。听到了没有？记得最近千万不要买猪肉。又不是过年过节，我才不会买猪肉。平时有青菜豆腐加个蛋已经好偷笑了。怪不得那卤肉摊静悄悄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阿豪，阿豪，
好啊。什么事啊？你报名了吗？报什么名？你拿了你外婆的棺材本去报读英文的吗？哎呀，报了啦。收据呢？收据？是哦。哦，在这里。你是不是在骗我了？要死啊，200多块啊！我哪有骗你啊？我现在心烦意乱，哪还记得收据放在哪里？你怎么了？我刚才遇到一个朋友，他请我又吃猪肉又吃母猪脚啊！哎呦，要死了！你怎么会在这时候吃猪肉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现在觉得很不舒服啊！老的，过来，快点啊！哎呀，你怎么会这样嘛？哎，来，快点！什么事？这是我养啊！你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帮你传宗接代的。你现在哪里觉得不舒服啊？你不觉得在说？哎呀，爸，你越说，我越觉得怪怪的。我去厕所看看。娜娜，你快跟着去。干什么？万一他说了，就用筷子夹。去啊！没事。阿豪怎么样了？阿豪，阿豪，你怎么样了？阿豪啊，你没事吧？阿豪，他们这么紧张。阿豪啊，阿豪啊！哎呀，我还以为你死在里面呢。半死了。什么？我好像说了一些啊。不是吧？快让我看看来！哎，怎么可以乱看？哎呀，你怕什么？我是你爸爸！哎，快用筷子夹住，然后去找人医。哎呀，没那么严重啦，我现在就去找人医。喂，谢谢，收工了，一件不剩。快分钱啦！你真的是一张钞票脸啊！这么辛苦做生意，晒到我，你看都快变黑炭了，不为钱为什么？行了，分钱啦！还不快收起来！钞票给风吹走了，你哭都来不及啊！小贝，我活到这辈子啊，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呐！我要先去买一套迷你裙，然后去买一瓶香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是法国巴黎名贵的香水。咦，你还真识货！我还是听那些上班小姐说了才知道的。当然，有什么是我林小贝不知道的？这是给明星还有千金小姐用的。你这个洗痰盂的，还是不要浪费。不要在我面前提洗痰盂这3个字啦。哦，不提了。你呢？你想买什么？我什么都不买。那你赚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哦，姚建宏。建宏不会拿我的钱的。算他还有点良心。我要把这些钱啊给他爸，让他爸去还债。他欠的是7000啊，你以为是70块啊？反正我有办法就是了。姚师傅，这里有200多块，你先拿去还债，剩下的钱啊，你让他们给我们3个月，我一定连本带利还给他们。那些钱包在我身上，包在你身上。你有办法在3个月内帮我还7000块？有。你去偷，你去抢？当然不是。那就是去骗了。你们这2个臭小子，真的是一个鼻孔出气的。姚师傅，你说我和谁一个鼻孔出气？泰山呢？他怎么了？他叫我。
到时啊，姚师傅就说我已经说到不见了，我爸妈一定急得不得了。你说，他们能不急吗？我是皇家唯一的男丁，等着传宗接代的。等我爸妈急坏了，你就说你有办法医治。不过要动用你的压箱祖传神药，连服3颗，马上见效。1颗2000，3颗6000，再加医疗费，凑足7000。那个笨蛋真的叫你这样做？真的没有见过那么笨的人。你也一样。不一样，我不会去偷，不会去抢，更不会去骗。这里的每一分钱啊，都是我赚来的。真的是我赚来的。我和金豪合作，去水仙门卖女人内衣，我去批水货，每一件可以赚。你不用说了，我相信。姚师傅，请你无论如何都不要让建红去当舞女。姚建宏，姚建宏，你要当舞女，就请你爽快一点，去当个够，不要拖拖拉拉的，要当又不当，就等着别人来救你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别再装了，你不是在利用小贝吗？口里说不需要他帮忙，其实就是要他想办法来赚钱，帮你那个好赌的爸爸还债。小贝又是个重情义的人，为了帮朋友什么都肯干，他甚至连一点怨言都没有啊！可是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你婆婆还在念经，不要吵到她。有什么话出去再说吧。你看你就会装好人，我外婆是聋的，她什么都听不见。你看，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？那是我，帮我拍的是小贝。但在他面前拍这种照片，你应该知道我跟他的关系了吧？所以以后，请你不要再利用我的打铃小贝啦。你说完了吗？要是没别的事，我先出去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很不舒服啊！是不是肚子痛？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啊。那到底是还是不是啊？不是肚子痛不会又说了吧？我去厕所看看。你真的是乌鸦嘴啊！儿子这个样子，我担心吗？这2天听说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说什么啊？没你的事啦。对了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这2天一大早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去学打字啊，滴滴答滴滴答，我才不要一辈子在咖啡店打痰盂啊！我要当秘书，滴滴答滴滴答。姚师傅，我开始行动了，你记得依计行事啊！你以为你是慧敏啊？人家慧敏考试年年考第一，你呢是倒数第一。
还敢学人家当什么秘书啊，当你死人头啊！又弹一给你倒，就已经偷笑了。你啊，现在是越来越懒了，连房里的弹一倒我自己倒，还你念什么念啊？我在学外婆念经。好，糟了，一定是说了。到底说什么？我完蛋了！我说了，说到快不见了。快拿筷子啊！快！什么事啊？老黄啊，什么事啊？老黄，你儿子是说阳了？是，他说说到快不见了。哎呦，那还得了？快点救啊！快！用筷子夹住他！快！来不及了啦！来不及！泰山，那你不是不能熬一熬了吗？你没看到大家正在紧张吗？缩阳是什么东西啊？女人别问。哈，有这么回事啊？那我更不是变成女人了吗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你们别急，我能治。姚师傅，懂了，你一定要救阿豪啊！是，姚师傅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你一定要救他啊！你放心吧，我既然说能治，就有把握。泰山，开门让我进去。快开门啊！快开门，让姚师傅进去。除了姚师傅，谁也别进来啊！好，就姚师傅一个人进去，快开门吧。女孩子别站在这里，都回房去。爸，这怪病只是谣言罢了，根本就没有医学根据。报章杂志访问了医生，医生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例，可见是谣言。谣言也好，真实也好，总之这种事，你们女孩子还是走远一点。对，你爸说的对。哎，回房去。哎，静好，你还不进去？你还在这边干什么？进去！哦，快进去！姚师傅，我们出去后你就说只是暂时自助，如果要断肝，就得服用你价值连城的祖传神药。好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在帮他治疗。出来了！好，怎么样了？好了，没事了。鼻子一捏，本来说的都不说了，带他回房里休息吧。姚师傅，多谢你相救，不过我还会不会再说啊？再说就捏他的鼻子，你们也可以帮他捏，捏得越大力啊，就越不说了。好，那不用吃药吗？没事，吃什么药？不用。好了，回去睡觉吧。谢谢你，姚师傅。谢谢姚师傅。谢谢啊，姚师傅，要不要包个红包给你？你这，爸，泰山怎么样了？没事啦，这臭小子8成是装的。装的。他是逃不过我的双眼的，因为我的道行比他高出很多。喂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女儿，我是说，我吃的盐比他吃的米多，我一眼就看出这小子有古怪，准是要骗他父母的钱。那他也太不争气了吧！明知道王丽发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，还要降下他们。那你就错了，黄丽发不止一个儿子。哈？难道他在外面有女人？不是外面，是乡下。爸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女儿，你没有发觉，他只叫你帮他写信，从来没有叫你帮他看信。那是因为他乡下有老婆有儿子，他怕这件事被何娇发现呐。爸，这种空穴来风的事，你最好不要到处说。就是啊，这不是空穴来风啊！今天我经过解千老的摊位，正好看到解千老帮他看信。解千老说，你儿子要娶老婆，处处要用到钱，你乡下的女人呢，叫你寄钱回去。
总之，别人的事你就不要理这么多，我们自己已经够麻烦的了。你看赚的钱啊，还不够喂那个大狗羊和那个臭女人。真的这么惨吗？你自己看啊。哎呀，本来我还想跟你要几根钱去电头发。电什么鬼头发？你是女人啊？男人也可以卷发的，这叫时髦，你懂什么？你要电头发是吗？来，过来，把灯泡拿开，伸你的头进去电。哇，你很黑心的，你要我死啊？哼！喂，如果真的这么惨，不如让我重出江湖吧。戳你的头，你就不怕让女儿知道？她是不会知道的。那骗的最高境界就是神不知鬼不觉。切，什么最高境界？你来来去去还不是那几下烂招？万一被人试穿的话，我看你怎么去面对你女儿。老婆，等一下拿个50块给我。你要50块干什么？我还是不放心他好的病。我听说上马路有个老中医，能让这种病断根，而且不再复发。不过红包要50块。我们刚刚被房屋经纪骗了500块，阿豪又拿了250去学英文，我哪来那么多钱呢？那是外婆的钱哦。哦，外婆的钱也是我的钱啊。哎呀妈，都叫你不要在房间拉屎了，臭得要死！臭你的头啊！你就不拉屎不撒尿吗？哦，那外面的厕所是干什么的？我都说没痰液，我拉不出了。你要说他是趁火打劫也好，说什么都好，总之他就是能够医这种病。为了我们皇家的香火着想，别说是50块，就算500块也是要给的。哼，反而让爸占了便宜。那姚狮子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我跟林伯打过招呼，明天你去拿药，钱我再跟他算。我跟你说林小贝的事，你跟我说这些干嘛？明天拿了药，后天你就去开档。你告诉我，林小贝的钱真的不拿吗？不拿。这小子他跟泰山不一样，我看他挺有诚意的，而且那些钱真的是他赚回来的。爸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们不拿别人1分钱。可是林小贝已经下定决心，他不会让你去当舞女的。我看他是不会就这样死心的。